妈妈是村子里的宝贝，不仅肤白貌美，还能流乳汁。这晚，妈妈房里再次传来熟悉的声音。我知道，又有男人来找她了。没多久，男人离开了。我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背影，是七叔。我很喜欢七叔，小时候我爸打我和妈妈的时候，七叔经常拦着。我还曾经幻想过，要是七叔是我爸就好了。可我没想到，他也跟村子里其他男人一样，垂涎我妈的身子，还有那句说能让人重振雄风的乳汁。怎么认出来了？不知何时，妈妈出来了。她穿着桃粉色的睡衣，斜靠在门口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我瞧了一眼她胸前，有些厌恶地移开视线。妈，你能不能别这样了？别哪样？别让那些男人进你房间了，也别让他们喝奶了。怎么，现在嫌我脏了？也不想想，你读书和吃饭的钱哪来的？没有我，能有你的今天吗？说完，她扭着腰去洗澡了。我呆在原地，强行忍住眼泪。我不明白，妈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以前的她，温柔、能干、热爱生活，尽管家里穷，也总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她会用自己的旧衣服给我缝花裙子，还每天给我梳不一样的辫子。那时候，班上的女同学都羡慕我。妈妈还很喜欢花，每次出门干活，回来时总会带一束野花。家里后山有棵巨大的夹竹桃，原本爸爸嫌弃这树有毒，准备砍了当柴火，也是妈妈求着爸爸留下来的。可是，自从爸爸死后，妈妈就变了。原来那个温柔、胆怯的她不见了。后来，她笑起来会勾人，走起路来腰一扭一扭的，像妖精一样。村里男人的魂都被勾没了，他们开始三天两头往我家跑。每晚从我妈房里传来不堪入耳的声音。再后来，村里多了一条新的流言，他们说妈妈不仅身子软，还会分泌乳汁。那乳汁有奇效，男人喝了都变得比以前要厉害。小时候我不懂，直到全村的孩子都开始笑话我，不跟我玩，我才逐渐明白，妈妈的这些事是见不得人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妈妈洗完澡出来了，见我还在原地，随口问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每次那些男人离开，妈妈似乎都变得更美了，就像后山那棵正在盛开的夹竹桃，既娇艳，又带着几分危险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，妈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我不该那样说你。她似乎有些诧异，挑了挑眉，笑道，说吧，什么事，又被看出来了。从小到大，她总是对我的小心思了如指掌。我只好说出我的恳求，我男朋友和他爸明天来提亲。行啊，你答应，我以为他会有意见，毕竟我们家就剩我和他相依为命了，一旦我出嫁，就剩他一个人待在村子里了。似是看出了我的想法，妈妈轻笑，你不是一直嫌我丢人，想逃离这儿吗？是的，我想离开村子，离得越远越好。可是看他这么毫不在乎的模样，我又有些难过。回到房间，我给男朋友袁斌发消息，我妈答应了。袁斌是我精心挑选的对象，他妈去世的早，自幼跟爸爸相依为命，他老实本分，对我温柔体贴，也跟我一样，渴望组建自己的小家庭。这2天刚好是5一假期，我们约好了他爸跟他一起上门提亲，然后我再找我妈要户口本。失眠了一夜，第2天早上睡过头了。到村口的时候，袁斌他们早就到了，正拎着大包小包，被一群人围着。我心中一紧，赶紧跑过去。围着他的有七叔、三伯、五伯、九爷爷，全都是半夜进过妈妈屋子的。说来也奇怪，以前他们身子差得很，可自从来过我家后，一个个忽然又强健了起来。我走过去握住袁斌的手，抢笑着跟他们打招呼，九爷爷、七叔，珍珍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是你男朋友吧？小伙子不错，瞧着挺精神的。七叔抽着烟，笑眯眯的问我。以前他是我最喜欢的长辈，可现在一看到他，我总是会想起一些恶心的画面。我忙回，昨天半夜回的，七叔，我先带他们去我家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想到刚才的场景，我有些心神不宁，于是小心翼翼的问袁斌，
刚刚七叔他们没说什么吧？一旦他们说出我妈的事，袁斌和他爸一定会瞧不起我的。袁斌神色如常，还是我熟悉的表情。他笑道，他们都挺热情的，说阿姨人很好，让我们放心。那就好，稍微松了口气。到家的时候，已经闻到了浓浓的饭菜香。好久没见妈妈做这么多菜了，看来她对这次见面也挺重视的。吃饭时气氛很好，妈妈和袁斌爸爸聊得很愉快。袁斌爸爸提起我们的婚事，妈妈端起酒杯，笑盈盈地说，只要真真喜欢，我这个当妈的都没意见。来，亲家，我敬您一旁。袁斌轻轻碰了碰我，小声说，看来成了。妈妈这一关应该是过了。真好，从今以后，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了。吃完饭，我领着他们去休息。我家一共3间房，平时我跟我妈一人一间，剩下的那间放杂物。昨天晚上，妈妈已经把那间房收拾出来了。洗完碗，我也回了房。袁斌正躺在床上玩手机，见了我，将我一把搂进怀里，滚烫的吻也随之落下。我很快就情动，勾着他脖子回应。也许是在熟悉的环境，我的胆子也大了起来。吻着吻着，我忍不住想要更多。他浑身一颤，按住我的手，阻止我的动作。真真，不行，我们还没结婚，这就是我选择他的原因。恋爱1年了，他始终十分尊重我，从不越雷池一步。如今的社会，这样的男人已经很少见了。所以，虽然他家条件差了点，可我依旧认定了他。那好吧，听老古董的。我娇嗔着躺回他怀里，抱着他沉沉睡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噩梦惊醒，正想跟袁斌撒娇，让他哄哄我，可一转身，却发现他不在床上。人呢？我起身出去，准备找他。在经过我妈门口时，不由身子一僵。隔着房门，我听到了男人的闷哼声，还有女人的低喘声。女的，是妈妈。她的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。每次村子里那些男人来，这恶心的声音便会一次次传入我的耳中。而男的，分明是袁斌，我的男朋友。无边的愤怒将我淹没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正准备推门进去，却在下一刻停住了脚步。只听妈妈说，小斌，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，竟有这个毛病。你这样子，我家真真要是跟了你，是要守活寡呀。妈妈在说什么？袁斌他有什么毛病？过了一会儿，里面传来微微的鼾声，紧接着妈妈出来了，看到我，她似乎并不惊讶，只是淡淡说，你都听见了。我强忍住眼泪，闷声说，好久没去看爸了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村子里的习俗，每家死的人都是葬在自家后山上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爸爸脾气不好，经常打我和妈妈，有时候用手，更多的时候用棍子。小的时候，每次放学回来，妈妈脸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我问她疼吗？她总是笑着摇摇头，紧紧抱住我，说不疼。可我知道，妈妈是很疼的，因为有好几次，我看见她一个人躲在后山的夹竹桃树下哭。5岁那年，因为一次意外，爸爸死了。那之后，我家的日子终于好起来了。因为对爸爸的厌恶，我跟妈妈很少来后山。如今几年没来，我才发觉后山的这棵夹竹桃长得更茂盛了。爸爸的坟墓就在夹竹桃下，我默默给他上了香，然后终于对妈妈发泄出了多年来的不满。为什么你要跟村子里的男人们睡觉？离了男人你就活不下去了是吗？你跟他们也就算了，可袁斌，他是我男朋友啊，你为什么连他也不放过？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大哭起来。我只想要个清清白白的家庭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不知道哭了多久，直到我没有力气了。我听见妈妈叹了口气，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怎么还是这么蠢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是你那个男朋友主动爬我床的。你要是不能接受，就跟他分了吧。要是能接受，那我祝福你们。说着，妈妈下了山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家的烟囱开始往外冒烟，是妈妈在做饭了。手机里，袁斌刚刚给我发来了消息，真真，你去哪了？天黑了，你给我发个定位，我来接你。我抹了一把眼泪，
一时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明明发生了这么恶心的事，可他们竟然一个个都跟没事人一样。我不明白，我讨厌妈妈，讨厌那个家。哭着哭着，忽然间，一双脚停在我面前。哭什么？你的一切不幸都是因为你妈。既然恨她，为什么不杀了她？杀了她，你就可以永远离开这里了，再也不会有人笑话你了。半夜的时候，我还是回去了。袁斌不在我房里，应该是去跟他爸睡了。我躺在床上，却根本睡不着。没多久，隔壁屋子又传来了动静。我紧紧咬唇，赤着脚走出去。这一回是袁斌他爸的声音：亲家，你这奶水真是个稀罕物。我妈叹了口气，悠悠说，他们都说我不吉利，是克夫的命，哪个男人找了我都要倒霉的。呸！别听他们瞎说，你明明就是个宝贝。接下来又是一阵喘息声。我面无表情地站着。许久之后，只听我妈娇喘吁吁地说，我们这样，要是让小斌和珍珍知道了，可怎么办？怕什么？他一个做儿子的，还敢管做老子的不成？我也单身好些年了，难得跟你这么投缘，不如你就跟了我吧。我知道，你一个寡妇，这么些年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不容易。过去的事我不计较，你跟了我，我带你离开这儿，走得远远的。至于小斌，你不知道，他从小那里就有问题，所以一直挺自卑的，也没碰过女人。珍珍是个漂亮丫头，跟了他，反倒是害了他。我怔怔的听着，在明白过来他说了什么之后，浑身都不由得发抖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一直不碰我，我还以为他是因为珍惜我，原来他不行。第二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主动下厨做饭。做凉拌折耳根的时候，我有一瞬间的迟疑。这个菜，袁斌和他爸是不吃的，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，吃它的只有我跟妈妈。昨晚那个人说，只要把这个药放一点点到饭菜中，我讨厌的人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等到妈妈消失了，一切都会结束了吧？再也不会有人笑话我了，再也不用整日提心吊胆的生活了。很快便开饭了，饭桌上大家看起来都心情不错，似乎昨天的那些肮脏事只是我的一个梦。袁斌殷切的给我舀汤，可我却毫无胃口。要不是长辈在，这会儿我已经想跟他撕破脸了。亲家，昨天我说的话，你考虑一下。吃完饭我们就回去了，这2天打扰你了。我妈微微一笑，不打扰。她今天穿了件桃红色的旗袍，一头长发用银簪子随意地盘在脑后，尽管不施粉黛，却风情万种，让人移不开眼。袁斌父子都在一边吃饭，一边悄悄地盯着我妈，那垂涎的模样，像是在看一块肥肉。我强忍着恶心，闷不作声地吃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妈妈忽地倒在桌子上。阿姨、亲家母他们同时发出惊呼。珍珍，你妈这是怎么了？快把她抬到车上去，我们送她去医院。他们2个说着，抬着我妈就要出门。我一下子慌了起来。不行，我妈就是累着了。你们先走吧，我扶她进房间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我话落，他们父子2人互看了一眼。接着，袁斌走到我身旁。那好吧。说完，他忽地重重一掌劈在我后颈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爸爸像个疯子一样对妈妈拳打脚踢。贱人，天天见谁都笑，看你是存心给老子戴绿帽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妈妈将我护在怀里，不断的哭。还有这个孽种，老子供他吃，供他穿，他却天天往老七家跑，怎么想认祖归宗？别说了，他还小，你会吓到他的。吓到怎么了？干脆今天就打死算了，免得给别人养野种。爸爸说完，比我胳膊还粗的棍子又甩了下来。真疼啊，每一下都是钻心的疼。我好怕，我怕我跟妈妈会被他打死。可是忽然间，有个女人出现在他身后，她一身红裙，妖娆的笑。只知道打女人和孩子，算什么本事？谁？爸爸仓皇回头，而我也在这时瞬间惊醒。刚睁开眼，就看见袁斌父子正坐在角落里敲着腿抽烟。醒了，听见动静，袁斌扫了我一眼，我不由得皱眉。明明
我记得他烟酒不沾的，整个人一直干干净净，温柔有礼，挑不出毛病。可是现在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我忍不住问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？哦，这个呀。他说着，忽地凑近我，朝我脸上吐出一口烟圈来。怎么，不喜欢？我从小就会啊。你们女的不都这样吗？找老公要找不抽烟不喝酒的，还要爱干净，会做饭，脾气好。啧啧，一个个的眼睛长在头顶上，对我们男人挑三拣四的。我不骗你，怎么娶老婆？说起来，你是真的漂亮啊。只是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你妈更好看，不仅好看，还是个价值连城的宝贝。说完，他跟他爸一起发出诡异的笑声。我吓了一大跳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看了一眼周围环境，此刻我们应该在我家地窖里。我的手被绑住了，我妈就躺在我旁边，她不仅被绑着，还昏迷不醒。干什么？你妈有这么一副销魂的身子，当然是大有用处。我这病看了多少医生都没治好，就喝了一口奶就好了。等我们把她带回城里，开个诊所，还不是马上就发了。本来说带2个人不方便，你不喝汤就算了，谁知道你不放人。既然这样，只能等天黑，带着你们母女一起走了。刚好我们父子一人一个，他们居然想绑架妈妈。没想到我精心挑选的男朋友竟然是个禽兽。这一瞬间我浑身都止不住地颤抖。妈，你快醒醒，醒醒啊！我哭着喊他，可他却半天都没有反应。别喊了，他中了迷药，醒不了的。趁现在时间还早，让我再爽一次吧。说着，袁斌一脸一笑的朝我们走了过来。不可以！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。正在想着法子，忽然间地窖里进来了2个人。走在前头的是七婶，后头跟着的是一个留着胡子的道士。七婶，快救我！别急，我问你，药下了吗？想到那药，我心虚地点了点头。那就好。道长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，快收了这个妖精。七婶的话让我一下子愣住了。他是什么意思？谁是妖精？珍珍，看你这样子，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你妈，她是妖精啊！当年我亲眼看着她死断了气的，怎么可能又活了呢？而且这么多年，她一点都没变，明明都40多了，却像20出头一样。难道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吗？怀疑什么？我的妈妈吗？我正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。那边袁斌父子已经凶神恶煞的走了过来。这女人是我们的，我劝你们赶紧滚，少管闲事。定，道士伸手一挥，也不见他如何动作，就将袁斌父子定在了原地。王桃啊王桃啊，你这个淫妇，竟然连自己未来女婿也不放过，你真是我们村的祸害，今天必须除了你。道长，快动手吧。好，那道士说完，从背后拿出一柄画满符咒的桃木剑，一步步朝妈妈走了过来。不要！我挣扎着站起来，挡在妈妈面前。珍珍，你疯了吗？她不是你妈，她是妖怪。七婶瞪大了眼看向我，你不是讨厌你妈吗？因为她，你一直抬不起头来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要护着她。我冷冷看向七婶，我是讨厌她，可那是我的事，跟你们不相干。我话落，道士冷笑一声，冥顽不灵。说着，他一脚将我踢开。正要再次，然而剑身还没碰到妈妈，就被一股大力弹了出去。道士咳出一口血，看向不知何时醒过来的妈妈，惊骇至极。你竟然没中毒！绑着妈妈的绳索已经断开，他缓缓站了起来，一头青丝就这么披散着。忽然间，我想起了梦中的那个女人。这一刻，他们似乎在我眼前重叠了。七婶一脸怨毒地盯着我，气得简直恨不得要杀人。小贱人，你骗我，你居然没下毒！我冷笑，你凭什么认为我叶真真会帮着一个外人？妈妈的确不如小时候温柔了，也常常让不同的男人们进屋子，可她永远是生我养我的妈妈呀。还有袁斌父子，昨晚我的确因为妈妈跟他们搞在一起而伤心难过，可妈妈说的对，袁斌他算不得什么好人，
没有人可以逼迫一个男人跟别的女人上床，除非他自己心甘情愿。是我眼瞎，识人不清。我不怪妈妈，只怪我自己。道士此时也站了起来，他看向妈妈，目光狠厉。没中毒又如何？妖孽，我照样收了你。说着，他从怀中掏出几张符纸，向妈妈甩来。小心！我惊呼一声。妈妈微微一笑，只见她的五指忽地变长，那白皙的指尖竟然变得又尖又细，犹如竹叶一般。她轻轻一挥手，那符纸便在半空中被撕得粉碎。接着，她已经掐住了那道士的咽喉。啊！妖怪啊！妖怪！眼前的一幕让七婶和袁彬父子不约而同发出尖叫。我也惊呆了。这一刻，我终于相信了，原来妈妈真的不是人，是妖怪。只见她尖利的指甲抵住道士的喉咙，冷声问：现在你还觉得自己能收了我吗？道士面露震惊，他死死盯着妈妈，喃喃道：怎么会这样？你不过是个小小的树妖，怎么法力竟会如此深厚？妈妈妖娆的笑。他瞥了一眼旁边的袁彬父子，意味深长地说：这还要感谢这些送上门的男人。他话落，道士不由倒吸一口凉气。你是说你吸食了凡人的精气？没错，我恍然大悟。怪不得妈妈一直来者不拒，任由村子里的男人们进她房里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自作孽不可活，我真不该趟这浑水。道士连连叹气。说话间，七婶终于从惊惧中醒了过来，她尖叫着：道长，你看，他果然是妖怪，我猜的没错，快杀了他呀！杀？靠什么杀？道士冷笑。他本来是个灵力低下的普通树妖，可这20年来吸了你们村男人不知道多少精气，如今他修为已成，我还拿什么杀？说着，他忽的身子一动，趁着我妈不备，飞快的溜了。妈，他跑了！我心中一急，生怕他去搬救兵。没关系，妈妈微微摇头，示意我无需担心。接着，他缓缓扫视地窖里剩下来的人，七婶已经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而袁彬父子，他们看着妈妈，面露惊怕。随着妈妈一步步逼近，忽的，空气中出现了一股浓烈的骚臭味。我一瞧，只见一滩黄色的尿液正自袁彬腿侧缓缓流了下来，他竟然吓得尿裤子了，真是不仅坏，还怂。我以前当真是瞎了眼，竟然觉得他老实。阿姨，求你看在珍珍的面子上放了我吧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珍珍的，我发誓。袁彬跪了下来，痛哭流涕。妈妈轻笑，看在珍珍面子上，你昨天下午偷偷进我屋子，怎么不记得珍珍呢？是我混蛋，我不该听那些人胡言乱语，我不该鬼迷心窍。袁彬一边说着，一边开始甩自己耳刮子。阿姨，我这也是没办法呀，我生下来就有那个毛病，要是治不好，耽误的也是珍珍的幸福啊。好一张伶牙俐齿的嘴，你当初就是这样骗了我女儿的吧？你有病就该一开始告诉她，而不是想尽千方百计来骗婚。妈妈说着，竹叶般的指尖轻轻在袁彬脖子上划了一下，瞬间他脖子上便出现了一道口子，鲜血冒了出来，除了血，还有一些白色的汁液也顺着他的指尖进入了袁彬的伤口。啊，阿姨，这是什么？袁彬捂住脖子，痛苦惨叫。这是阿姨的奶水呀，你不是最喜欢了吗？来，阿姨多的是，你慢慢喝。假如妈妈不是人，是妖怪，那这乳汁到底是什么？我正苦苦思索，七婶已经脸色惨白的说出了真相。你是后山上的那颗夹竹桃。不错。妈妈点点头，面露赞赏的看着他。20年了，你还是第一个猜出来的。一旁，袁彬爸爸也蓦地瞪大眼，他哆嗦着问，那这乳汁是？这是我的汁液呀，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妈妈说着，又是一阵娇笑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他一直以来的奶水，村子里男人奉若珍宝的东西，竟然是夹竹桃的汁液。很小的时候，我见那家竹桃花开得漂亮又仙气，便想尝尝它花蜜的味道。谁知妈妈紧张的把我拦住。
珍珍，不能吃，夹竹桃是有毒的。我正回忆着往事，却见袁斌爸爸低吼一声，风一般朝妈妈冲了过来。你这个妖精，我跟你拼了！可惜啊，他哪里是妈妈的对手呢？他刚抬脚，还没靠近，就被妈妈一只手捅穿了心脏。解决完了两父子，接下来便是七婶了。妈妈走到他面前，默默盯着他看了半晌，轻声问，我从没害过你，为什么你却要来害我？也许是吓傻了，又或许是自知死期将至。七婶缓缓地扶着墙坐了起来，她怨毒地看着妈妈，是，你的确没害过，可你却把老七的魂勾走了。老七他向来行事端正，要不是你说自己奶水是神药，他怎么会鬼迷心窍，跟你干那档子事？妈妈笑了，一开始是无声的笑，到了后来，他越笑越大声，越笑越疯狂。笑完了，他悲哀地看向七婶，你知道王桃是怎么死的吗？我心中一震。所以，我亲生的妈妈真的已经死了吗？七婶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，还能怎么死的？她不守妇道，被自己男人发现了，打死了呗。珍珍他爸是你杀的吧？我就说嘛，那晚我明明躲在后山，看见王桃被打死了。可第二天，死的却是珍珍他爸。从那天起，我就觉得你不对劲了。只可惜我没有证据，村里的男人又个个被你迷得神魂颠倒，全都护着你。妈妈叹息一声，他的目光看向我，接着又看向远处。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吧。几十年前，村子比现在还要落后。俗话说，穷山恶水出刁民。因为太穷，男人们大多娶不到媳妇儿，于是他们只好花钱买。他们买了很多的女人，其中一个女孩子，她来的时候还不到2岁，因为是大学生，长得漂亮，村里的男人抢着要，最后被一个杀猪的老光棍买了下来。他不想接受这样的命运，于是一次次逃跑反抗，直到后来老光棍再也不给他衣服穿，他把他用铁链子锁起来，关在猪圈里。出门干活的时候也是用链子牵着，像牵着猪狗。后来大学生生了个女儿，他那个女儿长得雪白可爱，为了女儿他渐渐的死心了，不跑了。可没想到他女儿刚来月经，就被村子里的一群男人强暴了。那些人有老有少，有妻有子。又过了几年，女儿长大了，有一天她的肚子忽然就大了。村里男人几乎人人有份，谁也不知道那是谁的种。最后其中一个娶不到媳妇的男人娶了她。听到这里，我和七婶都沉默起来。只见妈妈轻轻抚摸地窖的墙壁，接着说，那个男人虽然娶了她，却又瞧不起她，他觉得她不干净丢人，所以从她怀孕起就一直打她，要是不听话就把她关在这里，一连几天都不给饭吃。隔着几十年的岁月，恍惚间我似乎听见了那个女人绝望的哭泣。我打了个寒战，不由自主地问，后来呢？后来呀，她生了个女儿，她男人打她打得更凶了，不仅打她，还打那个小丫头。她为了护住孩子，总是遍体鳞伤。然后在一个深夜，她就被那个男人打死了。妈妈话落，外头忽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接着一群人乌泱泱的冲了进来，是村子里的男人们。这些人在很多个夜里曾溜进妈妈房里，哄着她说了一句又一句情话，以及是刚才妈妈故事里的主角。此刻他们一个个手拿着火把，凶神恶煞的盯着我们母女俩。在他们身后，刚刚逃跑的道士去而复返，他指着妈妈吩咐村民们，快，树妖最怕火，拿火烧他。我又气又怕，忙朝妈妈说，妈，你快跑，别管我。傻丫头，妈妈长臂一揽，将我护在身后。她朝人群冷笑，你们不怕死的话，大可烧了我，只是假如我死了，你们也活不了。我是夹竹桃妖，凡是喝了我奶水的男人，全都中了毒，我一死，你们全都活不过今夜。妈妈说完，众人开始迟疑了。这些男人从来只怕2件事，一是怕死，二是怕没有女人。如今妈妈以性命威胁，他们哪里还敢动？只要你们放了我们母女，我会给你们解毒，再带着珍珍离开。
否则大家就一起死吧。妈妈一番话到底震慑住了他们，最终他们不情不愿地让出一条路来。妈妈搂着我，一步步往后山走去。一模一样的道路和月光，让我忽然间想起了一切。20年前的深夜，爸爸又一次打人，妈妈趁着他不注意，带着我逃到了后山。可爸爸却找了过来，他拿着家里最大的锄头，对着妈妈的头狠狠地锄下去，一下又一下，直到妈妈渐渐没有了声息。他杀了妈妈之后，原本还要杀我，刚要动手，忽的一阵狂风吹来，他身后粗大的夹竹桃树开始随风舞动，一个穿着红裙的女人无声无息从树身钻了出来，出现在爸爸身后。深夜中，她的声音空灵的犹如鬼魅，只知道打女人和孩子，算什么本事？谁？爸爸惊吓之下，刚要回头，但是晚了。女人洁白的手臂忽然变成了灰色的树枝，一节节飞快地生长着，尖利的指甲犹如竹叶，瞬间捅穿了爸爸的脖子。年幼的我被那离奇血腥的一幕吓得晕死了过去。我大病一场，等醒来的时候，爸爸已经死了。听说他是被野猪咬死的，而妈妈自那之后变了一个人。想到那一晚，我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。妈妈都是为了我呀，她是为了保护我，才被爸爸一怒之下杀了的。唉，夜色中，夹竹桃夭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他看着我，目光怜悯。你终于想起来了呀，妈。我不是你妈妈。他摇摇头，珍珍，你的妈妈早就死了呀。我只是一只小小的夹竹桃夭，在这个村子悄悄修炼。山中寂寞，我唯一的朋友就是你的亲妈妈王桃。她的名字跟我一样，也有一个桃字。她说那是你外婆取的，表面上是取自3月里的桃花，实际上是希望她有朝一日能逃出去。只可惜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她的语气开始哽咽，已经不忍心再说下去了。而我也想到了她刚才说的那个故事，那个女大学生，也就是我外婆，她后来怎么样了？她呀，也是个傻的，她为了给你妈妈报仇，去找那些男人拼命，然后被他们活活打死了。已是5月的天，我却觉得浑身冰冷刺骨。什么是黑？什么是白？一直以来，我讨厌妈妈，觉得她不自爱，以她为耻。可原来她才是受害者。而我喜欢的七叔，还有村子里的那些叔伯们，怪不得每次爸爸打我时，他们总是拦着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我的生父。想到这里，我只觉胃里翻江倒海，险些要吐出来。我们相顾无言站了一会儿，没多久，山脚传来了哄闹声，还有闪烁的火把。你快走吧，他们来了。看起来应该是发现被骗了。夹竹桃的汁液有毒，像他们这样天长日久的喝下去，早就毒入肺腑了。我说活不过今晚是骗人的，但是也没多少日子。说着，夹竹桃夭推了我一把，示意我往山上跑。翻过山顶，有一条小路是可以通往国道的，那里就是另外的世界了。那个世界没有拐卖，没有集体犯罪，那是一个文明的男女平等的世界，是我的外婆和妈妈渴望的世界。我踉跄着走了一步，却停下了脚步，转身看向他。快走啊！他着急地催我，同时看向越来越近的人群方向。我倔强地摇头，不，我不走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妈妈，要走我们一起走。你这丫头，我都说了，我不是你妈妈。你留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不是早就想离开了吗？还找了那么一个垃圾男人。他越说越气，一下子又变成了我熟悉的模样，嘴硬心软，略微的不耐烦。从小到大，他总是这样，一边嫌弃我，一边护着我，送我上大学，让我没事别回来。村里哪个男人稍微离我近点，都被他赶走。我的眼眶热了起来，忍不住上前一把抱住他。妈妈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的妈妈呀。我到底没有走，妈妈只好把我藏在了夹竹桃树茂密的枝桠里。村民们很快就追了过来，人呢？他们找了一圈，都没找到我们的踪迹。最后，七叔目光沉沉地看向了夹竹桃树，他是树妖，
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，来，我们把树烧了。村民们团团把树围住，一起点火，火光照亮了每个人的脸，他们有的愤怒，有的怨毒，可没一个人后悔，也没一个人知错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下地狱吧。我蓦地张口，妈妈，动手。谁？七叔仰头，然后跟树上的我对视。真真，你快下来。他又露出了那虚伪的惯常的微笑。可我早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天真的小女孩了。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。随着我话落，山间狂风大作，刚刚被他们点起的火转瞬间就被狂风吹得调转了方向，朝他们身上熊熊烧去。这是妈妈刚刚布下的法阵，在这个山上冤魂累累，他们都是我们的助力，都在等着见证这一天。啊！惨叫声此起彼伏，响彻天际。我坐在树顶，静静望着这一切，在心中轻声说：妈妈，你安息吧。这一场火烧死了大多数的罪魁祸首，还有几个漏网之鱼。妈妈说他们中了毒，也活不久了。我带着外婆和妈妈的骨灰，准备离开这里。我知道他们被这里困住了一辈子，早就想走了。至于家竹桃妈妈，我邀请她跟我回城里。我说我会把她当亲妈妈看待，给她养老送终，可她却拒绝了。小丫头，我答应过你妈妈，要把你抚养长大，已经做到了。我曾经发誓要为她报仇，也做到了。如今我已经不欠她了。你放过我吧，城里道士这么多，我可打不过。接下来我要去自由快活的日子了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已经变换出了本来容貌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他这样年轻，看起来似乎比我还要小上几岁。我想起曾经对他的埋怨，忽然间十分后悔。对不起，我以前不懂事，还差点听七婶的话，想要对你下毒。傻丫头，做妈妈的怎么会跟自己孩子计较呢？说着，他摸了摸我的头，然后就不见了踪影。那一刻起，我清楚的知道，从今往后我再也没有妈妈了。可没关系呀，我会带着外婆、妈妈还有家竹桃夭的爱，好好活下去的。这也是你们的期望，对吗？